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现在我对不起我的粉丝。我以为我住的地方已经够偏了，没想到还是会被人拍到。照片在我手里，我还是太天真了。一键3连，不许下次一定。400毫米以上的超长焦距镜头可以说是用起来最过瘾的镜头，它可以把你肉眼看不到、看不清的东西拉近丝毫必现。别说拍照了，就是把镜头拿在手里摆个 pose， 也让人觉得你是一专业摄影师，高看一眼啊！牛逼！一般。长焦镜头呢虽然好玩，但是轮到自己去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基本上就犯难了。这个市场上那么多眼花缭乱的型号，别说这个原厂的、副厂的啊，就是包括这焦距，100、400够不够长？200、600呢，是不是太重？自己能拿得动？或者说，这600毫米的镜头为什么比400毫米的镜头反而更便宜？手里拿着一个70-200 2.8，我放一个2倍的增距镜，到底行不行？太多的问题了。你看，我们在选择广角镜头的时候，24、28差4毫米的焦距，大家都犯难。这长焦镜头动不动就差个100-200毫米，这让大家怎么选？您别着急，咱们今天聊的就是这事儿。在选择长焦镜头这块呢，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经验的。首先呢，就是这几年东跑西跑，拍角马、拍企鹅，包括拍摄这种高山极限滑雪、户外风光，怎么着也算半个资深的长焦用户吧。然后另外呢，这几年在做销售的过程中呢，也接触到不同形形色色的长焦镜头的用户，也知道大家的痛点在哪儿。更重要的是呢，在摄影圈这小半辈子，然后服务过很多专门靠超长焦镜头吃饭的职业摄影师，知道这些摄影师怎么用这些镜头去工作的。那我呢，就是用自己所有的这些经验，告诉大家怎么去选择超长焦距镜头。长焦镜头虽然价钱不便宜，但是比这更贵的呢是选错镜头交学费。我们呢就是让您少踩坑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欢迎收看，我是大马猫奔。这个跟普通的标准变焦镜头、广角镜头不太一样，长焦镜头它使用的范围会非常的小，就像是我这种摄影师，一年真正用到呢也用不了几回，但是呢没有它又不行。咱们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您这样先在弹幕里边打出来您自己最想得到的那支长焦镜头是什么，然后呢在节目的结尾看看您自己的期待跟实际的选择结果是不是一样。咱们正片开始。今天咱们说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评测，只不过赶巧我手里有了2支长焦镜头，是索尼的100、400，还有一个索尼的200到600。那这2支镜头呢，恰好代表了超长焦镜头呢2大阵营，一个是以著名的佳能大白为首的，像这个索尼的100、400、适马的100、400这种100、400焦距段的。那另外一个更长一点的就是200到600毫米焦距段，你可以看到，比如腾龙、适马家的150到600，或者是尼康家的200到500，然后还有像 Micro Four Thirds 系统里边呢，比如像等效150到600，或者是200到800的镜头。这2大阵营的镜头呢，分别适用的场景不一样。然后呢，我们今天就先给您说一下结果，让您心里先有个底儿，看看自己适用什么样的镜头。在节目过程中呢，再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要做一个调整。那咱们先说说600毫米的镜头。这个镜头视角超窄，然后呢，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超远距离的物体拉近，表现细节。首当其冲呢，就是拍鸟。你看啊，拍鸟不管是羽毛的颜色，还是飞羽的质感，或者是鸟的这个神态或瞬间，那这个镜头超长焦用起来真是非常的爽。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拍摄野生动物。我们这里说的野生动物是那种纯野生环境，见着人就跑的野生动物，而不是那种国家公园里边的那种动物。这两种环境是大家在选择镜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错误的问题。然后到后边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正确的镜头。那第3种情况呢，就是600毫米就适合于飞友，尤其是拍摄战斗机的飞友。您可以拍到这种航空杂志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些细节啊，不管是说这个飞行员的表情，还是武器的挂点，或者是喷口出来一个马赫环，每次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自己似乎可以摸到这些零件一样。在这些题材里边啊，绝对是1寸长1寸强，600毫米的镜头用起来绝对是过瘾。比它更短一点的100-400这支镜头呢，是我现在用的主力。这是在我2年前去非洲之前买的，一直在用它，从来没有后悔。100-400这个焦距段呢，适合拍摄国家公园里的这种大型动物，或者像南极企鹅这种不怕人的野生动物。这样的话，因为它拍摄的距离比较近，往往你都是可以在很近的距离去拍摄的。所以呢，这支镜头一直是我拍摄的主力。那我拍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极限运动的时候，比如像新西兰的专业滑雪队用的也是这支镜头。那如果您是喜欢那种拍摄人文类的抓拍，但是又不敢凑近人去拍摄的话，100-400的长焦镜头也可以满足您这种街头抓拍的这种需求。但是啊，大家在选择这2支超长镜头的时候，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长焦镜头真是焦距越长越好吗？大家有没有想过啊？长焦镜头为什么大家做到600毫米就不再做得更长了？各个厂商都是600毫米。首先啊，更长焦距的镜头，它的体积就会变得更大。如果你做出800毫米的全画幅镜头，那这个体积基本上已经超出了多数人可承受的范围。我只是在合理使用光圈的情况下，咱别跟我聊说这个 RF 800毫米那支镜头，那支镜头的光圈是 F11。那另外一个还是更关键的一点，就是更长的焦距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更好的画质，甚至是适得其反。首先呢，800毫米更长的焦距，大家会尝试拍摄更远的物体，但是因为人与物体的距离增加，所以空气之间的，比如像灰尘、水汽，还有包括太阳照在地面产生的那种热蒸腾的效果，会严重影响空气的透度。这种情况我在干燥的非洲草原，还有南极的海边都遇到过。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800毫米超长的焦距的避免不了的这种手抖引起的运动模糊，就让你用这种超长的镜头虽然得到一个更大的物体，但是你在画面上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细节，而是一个模糊低反差的影像。所以啊，拍摄野生动物最好的方法就是接近、接近再接近。我的经验是啊，与其您把更多的价钱花在600、800这种长镜头上，那不如把精力放在怎么能找到一个能够尽力去带你去接近动物的当地的向导或司机，或者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南极的领队。我在肯尼亚拍照的时候，这个司机 Tony 每天就特别尽心的开着车去带我们看动物，就是都快把我们这个开到这个狮子眼皮底下了。这个也弄不清是他们带着我们去看狮子，还是说去给狮子送饭。总而言之呢，这一天下来的话，我们这一车人的照片的效果远比其他车的效果要好很多。这点小费花的，让大家都觉得特别值，所有人都开心。正因为这一点，我手里的100、400从来没觉得有不够用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重要要考虑的就是镜头的重量和体积。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甲板上躺着2个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南极的团上拍鸟的我自己还有队友小辉。为什么躺着拍？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当时我们正在甲板上拍鸟，然后呢，拍的是从船上过去这个飞鸟嘛，手里用的还是不算太重的100、400，就这样举着拍了一会儿之后的2个人脖子和肩膀就酸疼的受不了。后来一想，不就是冲天开枪吗？行，咱躺着打。100、400毫米的镜头用来都这么累，那使用200、600的镜头拍鸟老大爷有多辛苦，这个可想而知。那有人说了，你200、600可以使用独脚架，没错。这
这个独脚架加上长焦镜头绝对是拍鸟的标准配置。但是有一点，加上独脚架以后，虽然可以让你分担一些托举相机的这个重量，但是呢，也影响了你拍鸟的这个灵活性。如果在侧面突然飞出这个信天翁，你是绝对拍不到的。所以呢，600、800这种超长焦镜头配合独脚架，绝对是拍摄鸟的一个标准配置。但是仅限于这种拍摄鸟或动物巢穴这种蹲守型的拍摄的配置，不太适合于那种追拍。所以我认为拍摄超长焦风景或者是野生动物这种最好的、最完美的组合，就是100、400再加一个高像素和对焦稳的机型，比如像索尼的 A7R4。这个组合的好处是它的重量轻、反应灵敏，您可以随身携带，不错失拍摄的良机，而且呢出片量巨大。当你需要看到物体细节的时候，高像素又允许你这个大范围的裁切，带来更细的这个表现。如果您现在没有高像素的机身，或者使用是一种截幅的机身的话，我觉得100、400也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拍摄远距离物体的需要。那咱们来聊聊这两只索尼的镜头吧，说说我对于这两只镜头在使用的时候的体验。先说这两只镜头的画质，一个是 G Master 这个小橘标的镜头，一个是黑 G。说实话，这两只镜头在画质还有对焦速度上面，我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这个差别。用4200万像素呢，拍摄的画面都是可以清晰锐利。对焦速度呢，100、400稍快那么一点点，那毕竟它的焦距稍短一点嘛。在设计方面呢，200、600的体积要比100、400大不少。并不是说这两个设计谁好谁不好，我觉得呢，它都是把这两个镜头基本发挥到极致了。首先说100、400，它使用的是这种外变焦的设计，就是在拧动变焦环的时候，这个镜筒会伸出。它的好处就是在你收纳和携带的时候，可以把这镜头尽可能变小。这几次旅行我用的都是这支镜头，可以随身携带，甚至呢，在滑雪的时候都可以放在我的背包里边，完全不影响我的日常的活动。索尼200、600这支镜头呢，使用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内变焦方式，也就是说，在你变焦的时候，镜筒并不会伸出，你只要轻轻转动变焦环，通过镜身内这个镜组的变化来完成变焦。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外部没有变化，所以它的密封性会更好，比较适合于这种恶劣的天气。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在操纵上的好处，这只有大家在深度使用之后才能体会到好处，就是它的变焦环从200毫米到600毫米，只要轻轻的转动，用2个手指轻轻的转动90度就可以完成。大家在使用600毫米镜头拍鸟的时候，有一个经常遇到问题，就是鸟很小，你很容易在丛林里边把这目标跟丢，因为它视角很窄嘛。但是有了这种快速变焦的设计，你可以先用200毫米找到你要拍摄的物体，然后迅速变焦到600毫米，迅速的快速锁定。每次拍摄的时候绝对不会错失良机，而且成功率非常高，这是让我用起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功能。有一点要注意呢，就是两只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100、400是0.9米，然后200到600是2.4米，这就注定200、600只是适合于在户外开放的地方来使用。所以相比之下呢，100、400就有更多的拍摄的适应性可以应付更多的拍摄场景。画质来说呢，这两个基本差不多，200、600比100、400还要便宜。然后从价格上来说呢，这是非常实在的。那这里边还要再说一点呢，就是关于增倍镜。如果您用1.4倍的增倍镜呢，变化并不大；如果您用2倍的增距镜呢，就会说让您的镜头的画质下降，而且对焦速度减慢。除非您是那种频繁使用7200，偶尔才会需要把镜头拉到400毫米的场景，比如说拍摄舞台表演或者拍摄这个活动，否则的话，我不太建议您使用增倍镜。怎么样？刚才跟您说的这些经验和总结，是不是对您选择长焦镜头有一些帮助？只要您用长焦镜头拍摄会动的东西，需要练的一个基本功就是抬起镜头能够瞄准要拍摄物体8、9不离10，而不是说举起相机之后再满天找你要拍的东西。这是使用超长焦镜头的一个基本功。希望大家呢早日练出自己一个麒麟臂。今天说这些内容是不是对您稍有所帮助？您现在做的决定是不是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一模一样呢，或者有新的变化。大家一说的长焦都会想到打鸟老大爷，那有没有想过，到底是因为打鸟的都是老大爷，还是因为老大爷都喜欢打鸟？你还别说，我还真的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除了这个有时间，然后愿意打发这个自己的业余生活以外，我觉得打鸟这件事儿呢，还有更深层的这个精神需求。作为人生马拉松已经跑过折返点 B 站第2老的摄影 UP 主，我觉得啊，中老年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价值感，还有希望。打鸟这件事儿，恰恰可以满足这2个需要。首先啊，打鸟呢，你拍出好照片，自然心里满足。就算是你不拍好照片，拿出这么一个大镜头，肯定可以引来路人羡慕的目光，心里极大的满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希望。你看，打鸟是一个非常不可预期的一个拍摄的活动，而且呢，每次都有新的期待。您拍好了静态的鸟，就想尝试拍摄动态的鸟；拍摄动态鸟拍好以后呢，就想拍的更完美的瞬间。每次都有新的希望，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让你觉得生活特别有盼头。其实啊，大家也别耻笑这个打鸟的老大爷。这个大爷呢，看着年轻人拍摄姑娘们乐此不疲，那风轻云淡，轻轻一笑，这都是爷年轻玩剩下的。哎呀，哄姑娘开心不如自己玩的开心，这玩意儿多实在。不管怎么样，高兴就好，您说对不对？好了，感谢大家今天叨听我说这么些故事。你看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不光是可以学摄影知识，更多可以了解摄影背后的故事。好了，如果您对这期的节目呢有什么任何评论，然后呢咱们在下边给我们留言，然后欢迎继续关注我们频道。感谢收看，我是大马猫本，咱们下期再见。